26款顶级驾驶辅助被困城市最中央，端诺端若花坛上树，将儿童逼上绝路。真实城市道路变驾驶辅助电影。欢迎收看大型汽车驾驶辅助安全科普类节目《懂车之炼场》，来到了城市篇。我们集齐了这些热门车型，全部都是自费买来的量产车，没有特供，没有改装，不留情面也不留活路。因为在封闭实验场，几乎所有量产车都只能测 AEB 脚踏刹车和 LCC 车道保持，无法打开最强 NOA 驾驶辅助，看不出危险场景的极限水平。那所以这一次我们懂车帝找来了一座城市，在一条临时封闭的城市道路上，将看到 NOA 驾驶辅助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第一关危机四伏超级大转盘，第二关疯狂淘汰赛，世界首次无畏炫技秀参数，只为让所有驾驶辅助真刀真枪露底台，拼极限到崩溃。拥有最强驾驶辅助的车才有可能走到最后一关。我非常了解 L2级这种驾驶辅助系统，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场景下，它的预判跟人还是有差异，它的安全性是完全由驾驶人来决定的。大众在现在这种宣传作用下，会忽视这点，会过度的信任，所以系统不同的场景下的安全性就会显得尤为重要。那我们看看结果吧。在城市事故挑战第一关里，所有车都已调好驾驶辅助模式，导航目的地一致，路线一致，事故场景已准备完毕，演员车已就位，场地已清空。现在开考。第一个项目非常简单，车辆开着最强的高阶驾驶辅助功能开进来，一条直路后汇入大转盘，遵守交规，别撞车就行，就这么简单。对于高阶驾驶辅助来说，应该10拿9稳。很多车不仅有前向激光雷达，还有左右2个侧向激光雷达，加上4厘米毫米波雷达，论对环境的感知和检测，比普通人类还要强大。有几辆车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压根儿不进考场，卡在入口不动了。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我在路面中停滞了，凝固了。第一辆能进考场的车，领克900。好，我们出发，我们出发。NOA 已激活。车辆开着 NOA 慢悠悠的左晃晃右晃晃，似乎有点心虚。贴障碍车很近，很危险。在匝道前开始进行减速，好巧不巧，就在那一瞬间，我得到了侧向来车，标火了后方威胁。这一脚刹车挽救小10万块钱，缺点是没办法保持 NOA 接着开往下一个终点，好在是有惊无险，没出车祸。这可能也和最新的索尔芯片算力够强有关。领克900打了个样，也给传统车企带来信心。传统品牌丰田的博智 3X 依靠汇入转盘前的减速，避免一起事故。向左沿导航变道。会怎么样呢？哇！小心驾驶。这一脚刹车就少损失几万块，值了。就连丰田都能避免碰撞的事故场景，就像班级里常年倒数，竟然考这个快满分，那是不是这事故场景太简单了呢？那这些不以驾驶辅助为主打的传统品牌都能应对事故场景，压力给到了小米速七 Max。
端到端的软件版本。端到端辅助驾驶已开启。现在是45公里44，它有个向右的犹豫动作，但是回来了，然后减速30，进入路口一个减速策略，再降到17。哎呦！端到端辅助驾驶已退出。这车也太刺激了吧！虽然他看到了侧后方的来车，但是没有做任何的避让动作，哪怕再减个速，可能都让过去。哎呦！端到端辅助驾驶已退出。警告他也没有，你在车内就会听到咚的一声。我差一点就以为我这护甲要起作用了。能看到这摄像头被正中靶心，前面这个保险杠这儿已经被撞开了，轮胎这儿撞开口了。如果是真车的话，其实不只是换轮胎的问题，可能整个这一面啊都没了。这可能是栽在了驾驶辅助的侧向感知，但小米害了驾驶辅助，没来得及决策。那作为驾驶辅助第一梯队的代表，传感器武装到牙齿，全身摄像头前后左右激光雷达，前向最先进的3个4D 毫米波雷达。问界 M9 应该会处理得更好。问界 M9 对于侧向的补盲有全新的方案，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车表现会怎么样。4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进入匝道，减速都没问题。行驶轨迹比领克900更靠左，可能是能力强，也可能是走线极限，贴障碍车非常近，这给自己留下的缓冲余地就非常小了。对侧后方来车，问界 M9 似乎并不能很好的捕捉到危险的气息。甚至撞完还想继续往前走。请立即接管。天哪，吓死我了！这车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任何事情，开着这个 NOA 继续跑呢。这车还在走啊，还在走。我现在只能在后视镜里看到撞得一片狼藉啊！就如果真车撞的话，大概率是要爆气囊的。这里有好的传感器啊。这侧向的补盲方案其实和老款 M9 差别非常非常大。按理来说，这应该是问界上最好的一个表现，它也不代表说能够全向的防碰撞。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场景里边，真是迎头暴击啊！在这个事故场景里，问界 M7、M8 表现出问界 M9 类似的情况，都很喜欢贴着障碍车走，距左侧最短距离还不到 0.8 米，都是在碰撞前最后一刻才认识到后方来车。为时已晚。我的天！这撞得非常激烈，30公里是被侧向的撞击了。他发现后车了，想躲，但根本就躲不开。被撞完之后还向右打。我要不踩刹车的话，它功能继续走会撞这个护栏。问界 M8 这套可能并不希望 AB 来兜底。他这个策略无论从哪个角度想都不是一件好事儿。问界 M7 是3车中唯一能给出一个碰撞预警的车型。智驾领航已退出。3辆问界都不遵守交规，都不观察后方来车，都不让主路车辆，都是全责事故没跑。
都没意识到自己发生了什么。智驾领航已退出，请立即接管。智捷 R7和阿维塔07也都是高度雷同，在汇入转盘前全都倾向于贴着障碍车走线，不给自己留什么余地，有点像是赛车走线啊，出弯前把赛道宽度用尽。可问题是，除了能增加更多死角，大幅削弱自身反应时间外，于己于人，于情于理，都是负向收益拉满。减速到18、17，然后进来了，啊！智驾领航已退出。好比给自己套了个呲呲放血的挂件，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华为系驾驶辅助阿维塔12会终结之前5连撞吗？车道选择上，距离静止车的车距几乎和所有的华为系一样，唯独这车速怎么只有11公里每小时？因为车速够慢，看到后车也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一脚刹车刹到了8公里每小时以下。请注意车辆绕行。他确实把他让过去了，侧向的激光雷达是有用的，它不是累赘。这也是本事故场景里边唯一能够避撞的华为系的 NCA 驾驶辅助。接下来的理想 L6 换新版，端到端 VLM 新激光雷达新软件，智能驾驶已开启。这速度好快呀，比问界全系还快，更激进。入弯之后多少啊？减到了27到26。如果问界 M7 还算有个动静，理想 L6 则基本是蒙眼狂奔状态，从头到尾都没觉得应该让下后面来车。我去！驾驶已退出。你可以看啊，这个撞击位置，就他根本就没有感知到侧后方有个来车，就没有任何让行策略啊。他可能过于追求这种通行效率，一套不遵守交通法规的驾驶辅助，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啊。这起事故里，理想 L6 负全责。所有现在的辅助驾驶，大家都是在学人，一个是他的这个逻辑结构，他想学人；第二个呢是结果去拟人，可能跟他的这个学习的样本有关系。因为端对端的这种学习，就他对样本的依赖比较大，他的学习他的样本都是这种情况，大家都不是特别遵守管岛内的车优先行驶的这种规则，那他学习出来也会是这样的效果。端到端辅助驾驶已退出。包括礼让行人啊，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需要有一些规则的约束，规则模型在避免碰撞啊这种情况下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驾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随时的监控，随时的准备接管。这个事故场景让人怀疑，是不是这些激光雷达方案不太行啊？那咱换个思路，纯视觉会不会好点？毕竟只有摄像头，反应应该会更快。小鹏 G6 小鹏 P1 加20公里每小时左右进入匝道，但感觉车辆是为了显示出自己熟练驾驶，还没等出弯就已经开始急加速。直到车被撞了，也不知道后面什么情况。处置手动驾驶，请走左侧两车道。车辆没有任何反应，没有做任何制动，也没有做任何警告，什么都没有，就直接这么撞了。那现在看啊，无论是小鹏 G6 还是小鹏 P1 加，在这个场景里对后向来车都是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的。也许这套价位太低了。蔚来 ES6 硬件也拉到很高，虽然此时还没有更新到世界模型，进转盘还犹豫了一下，差一点就扎到自行车道，好在是救回来了。蔚来 ES6 在这里做了个减速，减速的很早啊，减速到20，但出弯的时候开始在加速，
再加速，再加速，再加速，还在加速。哦，有个很明显的减速。看到后方来车，迅速给了脚刹车。做到现在10几款，终于等来了该事故场景第4辆车必撞。比亚迪汉 DM 也是和蔚来 ES6 类似策略，即将避让障碍物，整体会更喜欢最右车道，离障碍车远远的，离着快2米远。将向左变道。只是最后刹车还是晚了，还是撞车。但因为车道选择关系，加上车也没有急于要并线，所以小角度刮蹭，损失几千块钱。蔚来 ES6 比亚迪汉 DM 又让这个事故场景看起来没那么难。那同为天神之眼 B 方案的比亚迪汉 L 和价格更贵、传感器更好的腾势 Z9 GT， 不出意料的撞更早。腾势 Z9 GT 啊，入弯的时候速度太快了，这在这弯开这么快干嘛呀？哇！哎呦啊！这车辆没有任何的减速啊，也没有任何的识别。而同时间配备了 ADS 的方程猫豹5，终于在这个事故场景里面体现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不太像比亚迪。行驶轨迹类似问界之界，也是少数能在撞车前有反应的。请注意车辆让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又是打方向，还做了制动动作，一顿操作，结果还是撞了。来了，过来了，过来了！哇！致敬领航已退出。极氪001、极氪7X 有了领克900珠玉在前，他们表现非常稳定，从进匝道入转盘到最后一刻，速度保持非常好，不冒进也不停车。如果是心跳，这就是条线，波澜不惊，心如止水。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任何的制动，什么都没有。从这开始，剩下的车又开始了撞不停，基本都是观察不够、减速不够、不上行。特斯拉 FSD 2款车登场了，纯视觉方案，连超声波传感器都给取消了。在这个事故场景里，可能会面临着小鹏类似的问题，视觉被遮太严重了，除非特斯拉有奇招。结果怎么也没想到，特斯拉 Model 3很不稳定，第一次行驶直接开进了自行车道。第二次再开的时候，犹豫之后进入了正常车道。来看特斯拉 Model 3啊，在这个城市场景里会怎么样？特斯拉一看啊，就是有让主路的习惯，所有的主路车都走过去之后，它才会行驶。这是一个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的一个行为。右侧3车道。2款特斯拉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路径、同样的策略，就把超级转盘汇入，这个让几十款驾驶辅助茫然试错的事故场景给破解了。这个比赛难吗？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难就难在能不能把法律、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这个事故场景里边，有几款车是怎么也进不了考场的，一个是小米速7 Ultra 卡在栏杆那儿。好嘛，
停这儿了，妈耶！小米速球Ultra在面对复杂转盘入口已经蒙圈，一直在球员通道晃悠，可进不了球啊。我无话可说。另外一个是乐道 L60，乐道 L60好几次都进入不了功能，每次都选择错的路啊！我不知道这个车啊，这次终于可能选啊，又没选对。这结束领航，车道巡航运行中。稳稳地堵住了自行车道，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26款车重新出发，要让过社会车辆，进入到转盘中心，就这么简单点事儿。顶着好几百上千 TOPS 的算力，能力强的耍流氓，能力弱的绕圈圈，淘汰率只有23%，那谁是那少数的笨蛋呢？他进不去。地图的规划能力真的是太弱了。以特斯拉 Model 3为首，带领着领克900、极氪001、极氪7X 等一众车，围着转盘绕啊，还是不走寻常路，就喜欢走错路。就现在一直在这个整个转盘里转圈圈。这我骑自行车都比这快。要是不喊暂停，能转个3天3夜。这是完全错过了路线了。左转啊，但为什么要打右转向灯呢？该去哪儿呢？我的车一边转一边走错，想去看一些风景。如果按人类驾驶员来说，可能驾校都不及格啊。这个场景其实考察2件事儿，需要驾驶辅助在临车遮挡下具备自己寻路能力，并检测确认好岔口位置，这样才能提前做出减速排队的决策。规划变道能力弱，会走错车道，或是找不到入口。它整个地图大幅度的偏移啊，连自己在什么位置都搞不清楚。那剩下的一半车就不会排队，夹着塞儿强行插，不在乎后方车辆，不在乎这个路权，就是这套系统的车几乎都这个现象啊。别这个车，哇！直接就别，差一点就撞上了，这在马路上肯定会被骂的。确实效率高啊！以后这些车驾驶辅助去排队买票，应该能迎来不少分房的表扬。原因是很多来自用户的训练数据，有很多夹塞儿、强硬变道的数据。那驾驶辅助模型加强学习了这种能力，变身为老流氓驾驶辅助。只有极少数能守规矩、遵守交规。可连弯儿都拐不明白的驾驶辅助，真能应对下一关吗？路边有俩骑电瓶的，骑着骑着一停。公园里边4个儿童在过马路。小孩子一旦被重达2到3吨的车撞上，将是一起惨绝人寰的悲剧。但凡有点防御性驾驶经验，提前减速都能避免。这些宣传自己70-80公里每小时都能鬼探头刹停的驾驶辅助，应该能在这个环节争回一些颜面。车一拐进来，这差别就出来了。有胆大者继续在转盘内横冲直撞，猛提速，这到底是谁给你们的勇气呀？
这太快了，这40。这么大这么重的车，40多公里撞了，3个小时全气命了，内脏都撞上来了。这车脑整体不清晰啊！他看到这边的目标之后，加速度非常快，这太快了，这40。他看不懂这条路的复杂性，感知系统看得不够远，直到碰撞前，驾驶辅助系统才理解啊，路旁有4个儿童。猛烈撞击儿童那一刻，系统才有提示。AB 主动刹车没有兜底，真是艺高人胆大，才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来吧，咱救小孩吧。除此之外，极氪001、极氪7X、小米速7 Max、小米速7 Ultra、宝骏享境这些车脑就是一片空白的代表。40了，这肯定停不住啊！这没有任何反应，就撞上那一刹那才有一个警告 ，AEB 也没有接管。车辆端到端辅助驾驶已退出。是把这些目标物全过滤掉了。他看到这个电瓶之后，反倒在加速啊！决策整体上是有问题的。封闭城市道路之后，开启 NOA 不接管，那就是一条条的生命。这些车缺乏临时应变和踩刹车的能力，儿童不断被这些驾驶辅助一次次撞飞、碾碎。我们现在就是拿高阶驾驶辅助去比照人类的能力，目前来看差的还是蛮多的。有这种完全不识别儿童，有钻进花坛撞树的。如果看到路上这些车，让孩子远点。当然不止这些车，还有一大批车脑子里都是对自己能力的自信。纯视觉还是有局限性的，被2轮电瓶牢牢吸引住了。目标发现的比较晚，给 AEB 留的时间也非常的短。撞了我们2个儿童，还是要送医院，很严重。这条转盘里边的路没有红绿灯，没有斑马线，车道线也特殊。人类司机看到这种情况会下意识松油门，很多驾驶辅助系统就无法理解这个路的复杂度。即便看到了电瓶车靠边突然停车，也没有警觉，更看不出2轮电瓶为了让可爱的小朋友而停的意图，然后会继续巡航。鬼探头这种问题呢，不同的车它的感知能力对周围环境的检测能力还是有差异的，有时候它就判断不出来我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跟它整个的逻辑判断和这个学习过程还是有关系。我觉得他还处于一个儿童期，还没到18岁，整个的判断逻辑和推理能力其实还没达到人的水平。而且当前主流模型的数据里边，儿童的数据样本也比较少，训练少又不太聪明，那就不会了。驾驶辅助的不成熟，导致儿童们一次次的被送往医院急救。唯一的好消息是，主流第一梯队驾驶辅助方案，能力强的能够靠 NOA 做到平缓减速。NOA 驾驶辅助极限的能够依靠 AB 主动刹车兜底刹停挽救生命。尤其是问界、智界还有阿维塔，转弯过来没2秒就通过激光雷达越过了2轮电瓶，发现了一群儿童，并纳入到系统的预测轨迹当中。驾驶辅助金字塔正在形成，
车和车的差距越来越大。论像人这事儿，那就没剩下几辆车了。这些车撞倒儿童后，有半数车其实都没意识到自己出车祸了。后边的场景，所有车继续前行，还没来得及从刚才的悲痛中走出，问界阿维塔之剑在一个极限掉头中一遍遍自作主张，在面临右转那一刹那突然左转。这些 R7啊，现在自己混乱了，然后开始不走正常路了。这车就是自己耍了个流氓，完全不按你的导航规划走，100%走错，每一次都走错。向左避让变道。你想去哪儿并不重要，我还是想跟你一起，你到哪我就到哪呢。这在干嘛？又要左转，又左转，就是你加途经点都没有用，他不管，他就要按自己的方向走，他不以你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以系统的意志为转移。感觉自己一直在左转循环，又要左转，又左转。不过也有不同的问界和阿维塔。掉头基本应该也是起着线，但是它没有路径的纠结啊。这儿要求人接管，请立即接管。整个警报大作。这又纠结了一下啊，他要求人立刻接管，安全带还提醒要求人立刻接管。我觉得这点是好的，就是系统能力不足的时候一定要提醒驾驶员。文界 M7在这个掉头啊，没有什么犹豫，多数车面临这个掉头，磕磕绊绊挣扎一下也都还能过去，悬着的心总算能放下了。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项目，却有着这么大的区别。这个左转它速度非常快啊，40。现在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工况，只是一个路口的一个左转，一头扎向了这个花坛，撞树了。它也没有任何的减速，也没有任何的警告，功能非常非常的不稳定。短短的2-3秒之内，它这个功能会在 LCC 和 NZP 之间来回跳。没有对隐形目标物做任何的识别，我们是在封闭的公开道路上，相对可控。你人如果只要不制动，就是这个结果。又到那个左转了，我请手动驾驶。一样，一模一样，就噩梦重现。这个车太吓人了，极客都这么吓人的吗？这车惊喜没给多少，全是惊吓。我要不刹这一脚，就还是整个全冲进来。你系统都已经发现自己能力不行了，一直还在加速，一头就往里扎。如果按照城市这种水平的话，是要出很大事儿的。驾驶辅助最核心的是安全，你开它只会更紧张、更可怕、更累，它叫驾驶负担。这套驾驶辅助，我建议啊，你放到回收站里，然后清空，好吗？重新做。极客两款车对静止障碍物缺乏安全策略，将自己陷入危险之地，闯出大祸。可其他车对花坛都能礼貌绕行啊。那接下来，铁杆噩梦来了。这有个杆，哎！有个杆，哎！撞杆了，叫他自己撞了杆。就完全没看到啊！这个理想 L6对障碍物识别有明显的问题，全场唯一一个把出口铁杆撞飞的。伤车是小事，那如果是更结实的铁杆，
甚至会撞进车体内部，对人员造成极大的伤害。显然，拟人安全度非常低。在超级大转盘最后，转盘遇到故障车这个场景里，有的车能力有限，虽然识别，但依然会撞到三角警示牌。停在这儿等所有车过去之后，压了三角环吧。把三角牌压倒了，然后绕出去了。有的车则会卡在故障车右侧钻不出去。它不会又停那儿了吧？这系统到极限了，它规划的路径感觉自己走不了。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等待，不硬加塞儿也能从左侧绕过去。好消息是，所有车都能避免车祸，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感知与决策上。因为左侧有车流，会导致驾驶辅助决策出现很多误判。那驾驶辅助本身也许能力是够，那加上导航之后就变成了迷途羔羊。这现在所有周围都清空了，只有这个障碍车，这边车道什么都没有。但是蔚来现在打着左手电灯，然后尬在这儿，一动不动。又开始应变了，又开始应变了，又开始应变了。请控制系统这些个连转盘都跑不明白的驾驶辅助，拟人安全度圆环压根儿就合不上。那在接下来的道路标线更清晰的城市道路上，会稍微正常点吗？其他车型会在后面的事故场景中翻盘吗？第一关，车辆驾驶辅助需要在像大海一样宽的3条车道掉头，这真是一道送分题了，也能让人松口气了。小米速七 MAX、小鹏 G6 这些在上一关拟人度圆环没那么高的车，直接带领着一系列车轻轻松松毫不费力，直接翻盘，不愧是平庸的掉头。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还有些车的驾驶辅助马上就给你上眼药。前方路口，请手动掉头。蔚来 ES6、乐道 L60、极氪001、比亚迪汉 L、极氪 7X、宝骏享境 PHEV， 象征性做个掉头动作，卡路口那儿的，开场就是一记闷棍。下面你们可怎么办？前方路口，请手动掉头。请接管车辆，请立即接管，立即接管，接管车辆，请立即接管，请立即接管，接管车辆。摩尔膜快震破了。现在拟人完成度圆环上只有特斯拉 Model X 和小米、理想等中国品牌很接近人类，也有些车真是能力不行，早早就退出功能，撒手不管。为智慧巡航，掉头，随后到达途经点附近。智慧巡航要去哪儿？要去哪儿？要去哪儿？智慧巡航已退出。要去哪儿？要去哪儿？我去！这就是不接管，它就会直接撞栏杆、撞电线杆，它没有做任何就是如果你人不接管之后的安全策略。接下来，他们将面对盲区槽辆左转车，复杂度不过3颗星。没红绿灯丁字路口，驾驶辅助驾着自信的车轮直行。开到丁字路口时，突然来辆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左转车。对人类驾驶员来说，复杂度只有3颗星，可能口吐芬芳，刹车避让。在驾驶辅助传感器世界里，这视野开阔，一览无余，没有天敌，总不会再次伤痕累累的吧？还是接着秀操作。只是怎么参与这个事故场景的车越来越少了。飞机拉高，定眼一看，有几台车被遗落在了掉头路上，他们在土坡下赏风景。将至车道巡航。啊？它不能掉头是吗？它
不能掉头啊！而且他自己跑到一个奇怪的地方来了，荡在这儿了。请注意导航路线，已降至车道巡航。他现在对这个路非常疑惑，这儿规划条大路，这儿，然后这架领航已激活。对，到这儿就恢复。请注意导航路线。这又和其他所有的这个 ADS 一样啊，都一头扎在这里，在这里才重新恢复它的支架领航。哎，这来干嘛来了？这套系统可能觉得这里有什么宝藏，这是一个懂得风情的一个车，你知道，带你去来看风景。这是城市你忽视掉的景观，你看有花有草有树叶，你看那儿就有一只蝴蝶。也别说上头能看见人看不见的东西，可能有一个量子状态的车在那空中被他发现了。还有一车没在土坡上，静静的在遮阳伞一旁赏风赏雨。特别智能，知道我晒，来到一把遮阳伞下面来纳凉了。这片树林到底有什么宝藏能吸引这么多车过来？而遮阳伞右侧则是魏派蓝山，一左一右，一青一黄，青黄不接管，就在遮阳伞这儿当左右护法。特斯拉 Model 3则闹了个笑话，你说它不像人吧，确实掉头过来了。车速控制倒是挺好的。羊穿过来了，它识别到了羊，连小羊都认识，真假的？认出3只羊很好。你说像人吧？但问题是你现在在最右侧车道，从最右车道掉头，这又是谁给您的勇气啊？这就好比跑马拉松啊，越跑人越少，不是跑得慢，是全跑错道了。不过那些参与盲区藏量左转车的也没好哪儿去。你为什么要右转？又靠边停了，这车为什么呀？我不理解。关键是我没有加任何途经点，什么也没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这儿停车。有病吧！我要是车主，我骂他10000遍。这它基础能力、加速啊、横向控制啊，你感觉都很好，但是感觉地图就像没头脑一样，就这车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这个地图就是盘一样。有点可怕呀！喂。怎么说呢？属于甩锅式的这种方式啊，在碰的一刹那，功能就退出了。它不行，它又不说。车辆在提示的时候，其实已经发生碰撞了。请控制方向，已降级至 ACC。就这个时候都晚了，因为你用户的话，他并不知道你高阶压辅助 NGP 降级为 ACC 是代表着什么。就降级为 ACC，它就只能走直线了，代表着你没有横向的控制了。这个是很吓人的，确实它是我们目前所有车里边最危险的一个车。没发现！然后就接着跑了，我什么都没干预。这又是一起大型的车祸啊！他要是个真车，这边全完蛋了。这个车怎么说呢？他看到这个车，他也发现这个车了，他也感知到了，他也做决策，他也要降速了，但是他还是要撞这个车。
很难评。7个001这个车真的是太，我觉得极客是不是可以放弃自研了？哎，你看那儿又有彩虹，每天见彩虹。剩下的车开始思考，我用什么姿势撞好呢？这些车好像在减速，但是我不让，因为我没错，用对方全责的方式撞上去了，和宣传的各种高大上能力强完全不是一码事。这个车我发现有个问题啊，就是你在倒车的时候，车辆地图显示你在往前走，它的感官相对比较正常，但是大脑是混乱的。倒退的时候以为自己在向前走，这是现在的高阶驾驶辅助。如果按照领克900，我现在朝前走，它也会以为我朝后走；我朝后走，我以为朝前走。所以人生有时候不是在倒退，是在前进。领克900。剩下的车也撞差不多了，那些看景的也该回来了。在工作人员手工牵引下，看风景的车回到正道上来。单论像人这一点，因为去土坡看风景明显掉队了。现在轮到他们表现的机会了。200米后在道路尽头左转。后到达目的地。这撞完自己走了，好家伙！阿维塔07问界 M9，比亚迪方程豹豹5问界 M8，系统思考方案挺多的，真到碰那一瞬间向右躲了，但又没躲开，就是秀极限操作，每下撞击都不中，但全要去修理厂。确实，缺德是对方，主责也是对方，可车损是自己的。压力给到小米苏7 Ultra。减速了。这个过程中很早就发现这个左转的假车，就给它标红了。标红了之后就大幅度的一个制动减速刹车，然后他要求驾驶员接管，就一气呵成，就很流畅。就他知道自己遇到了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是我们说他比较极限。要说刹不停吧，智捷 R7、阿维塔12、小米速7 Ultra、特斯拉 Model 3也能避撞呀。其余所有能通过不撞的车，基本都会在路口做预减速。极客 7S 作为前期表现不佳的车，有着很好的自知之明，过路口就开始减速，速度慢如自行车，效率是没了，可安全上去了。小米速7 Max 提前减速后，又重重的补了一脚刹车，也算合格。从路权来说，直行车一般是不需要让左转车的。但是你要说自动驾驶呢，它是按照你给它的这个逻辑，或者是它学习的这个逻辑去做的，它不会延伸出去考虑那么多问题。不同的场景学习下来，它就是这种输出结果。它输出结果，它也不是完全的确定的，它可能下一次它会让。这个事故场景对于驾驶辅助来说，挑战在于预测左转车行驶轨迹和车速，判断错了就撞车。另外，这次驾驶辅助本着我有路权我不让，对方一定会避让的原则猛上去，就是没想到对方属于缺德带冒烟硬拐，确实对方全责，但驾驶辅助则将自己变成了大事故车，难度仅3颗星的场景就让一大批车的拟人度圆环破碎不堪。下面上了难度4颗星的复杂事故场景，不知这些驾驶辅助是否会怕，还是说继续保持呢？开在城间小路，路口有辆车要倒出来，也是真实世界中发生过的事故。正常人想狠踩刹车，毕竟让人一步海阔天空，驾驶辅助却只想加速前进。开这么快干嘛？这淘汰率高达65%，是普陀路所有项目中失败率最高的。下面
前面拟人度圆环领先的特斯拉，能力应该没问题，车辆表现也是极为自信。可以出发。这速度飙的也太快了，这速度飙40多了，哇，这个很危险啊！然后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哎呀，特别有自信，把那个倒车给刮擦之后，然后接着跑。无论 Model X 还是 Model 3，在这个倒车的这个场景里边，表现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夹缝中求生存，找到通往去修理厂的路。特斯拉这种不让硬挤和人类撞车的方式，倒是高度相似。看来这个纯视觉也不是万能的。就是你刚觉得美的字儿，啪；你刚觉得啪啪。下一辆，问界 M8，这架领航已激活。触发了 AB 啊，代表这是它的系统的极限了。它这个提醒，一直安全带在抖，这个是一个好的驾驶辅助的一个提示，人机交互。前面拟人度圆环落后的问界阿维塔之剑突然后程发力，依靠稳定的 NOA 和 AB 主动刹车，这个表现确实很在线，也是接近满分的答案。这真是比他们前面简单的场景里表现的好太多了。这天壤之别的表现，是因为越难了，所以他们越行吗？比特斯拉更自信的是小鹏 G6、小鹏 P7 加，一路狂飙，飙最快的车撞最狠的车。好，绿灯我们过来了。他也是很想往左侧变，提速了，提速了，这是限速30啊！开这么快干嘛？这是什么情况？现在50度，我，没有任何的减速，没有任何的制动，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这种驾驶辅助场景，把 A 柱撞得变形，这太惨了。撞真车就是车毁人亡。小米两款车理想 L6都不约而同选择不变线，单纯的执行一套道路清除计划，高速撞上倒车的尾部，把原本的一起小事故变成了严重车祸。真实世界里，他们都应该进修理厂，驾驶员都需要救护车。完全是大型车祸，两个车上如果后排有人的话，那个车肯定要送医院。侧气帘、侧气囊全都爆开，两个车很可能大概率全报废了。如果第一梯队是这个水平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的啊！这么简单的倒车博弈场景，难倒了这么多车。别说驾驶辅助开的像不像人了，能保证基本的安全都做不到。每个车撞完都会是大修的结果。我们是通过现实的事故泛化成这么一个场景的，这个是大家日常真的会遇到的这种真实的事故。结果发现，在那一刻无能为力，他连退出都不退出。在这个事故场景里边，最像人的是配备 ADS 的车型和它的竞品比亚迪系列。这套比亚迪天真之眼 B 方案很像脾气温和的人类，早早减速制动。相比之下 ，ADS 系统虽然也是不撞车，但有点像张飞，性子火爆，急着过。是什么让驾驶辅助变得如此疯狂？路边遇到倒车，这类场景数据少，训练少，以至于这些驾驶辅助都没觉得这是风险，甚至有些车连车头车尾都分不清。也许是驾驶辅助见过的倒车太少，那现实生活中两轮电瓶应该是驾驶辅助学习数据最多的对象。只要开过城市，那数据里就一定有两轮电瓶。
走线诡异，加速突然，正适合驾驶辅助帮人躲避，不然真撞上了，轻则彼此吓一跳，我去，重则一方送医院。人类看到旁边一群2轮电瓶的时候，会本能躲远一些，开慢些，复杂度4星。这个事故场景，驾驶辅助表现大概分几类。还在加速，还在加速啊！哎呦我去！我去！哎呦！第一类 NOA 驾驶辅助能力弱，不会做任何事儿。多数系统连及时警告都无法做到，就把2轮电瓶车送到天上去，会对道路参与者产生巨大威胁。那能力稍微强点的呢？好 ，M7 出发。我去！智驾领航已退出，请立即接管。电瓶车契约进来之后，马上触发了 AEB 主动刹车。会在撞2轮电瓶前给一脚制动，但减速晚，力度弱，剩下全靠驾驶员你自己，撞轻一些。消灭速7，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的！哎呦我去，好极限呐！消灭速7，非常极限。很遗憾啊，小米速7还是撞上了。最强的是靠 NOA 或者 AEB 主动刹车，提前减速，直接避让，比如问界、智捷、阿维塔、特斯拉和丰田博致 3X。系统自己减速啊！有减速，有减速，有减速。问界 M9目前绝对是高阶驾驶辅助第一梯队的车型，应该市面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有没有降速？有没有降速？降了。还有变道的这个倾向。但是很早就降速了，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2轮电瓶车。哇，很早就减速了。这太早了。丰田博致 3X 降速了，降速了，降速了！到这儿已经30多了，想变道，想变道，他一直想自己变道，想把它让开。这个车性能是不是也太强了？驾驶辅助在这个场景犯的错和人类很类似，对危险场景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缺乏预减速。有防御性驾驶的人开多了知道减速，那萌新状态的驾驶辅助就不会了。再就是车企跨误触发，导致 AEB 主动刹车不能及时介入。
还有就是这个事故场景训练太少了，最终这个场景淘汰率61.54%。驾驶辅助们想在这个关合成拟人安全度圆环，可真是比国足再进世界杯还难。直路疯狂电瓶太难了，那左转弯遇到他们会怎么样呢？在这一关将有一个电瓶刺客从盲区里斜刺冲出来，和一个特别守规矩、懂礼貌、慢慢走在斑马线上的小朋友。他们在路上这种走法，因为左转时车辆 A 柱盲区的存在，对人类来说复杂度高达4星。无论是撞到2轮电瓶，还是撞到儿童，都是对一个家庭的重大打击。对于驾驶辅助来说，应该没有视线盲区，能够2个都不撞，顺利走下去。结果却2极分化。这个表现很好，这个挺让人惊讶。哇，撞个正着啊！第一种情况，能够稳定避免事故的车，却有着糟糕的驾驶公德心。放着好好的左转车道不走，跨越白实线并线左转，加塞整个车队，几乎每一辆配备 ADS 的车都这么干。它导航显示2条左转车道，它就是要并最左边的，一定要加这个塞儿，不仅违章，效率低，而且就完全不像人。M9我现在重新尝试啊。是白实线，哇！它就是要往最左侧并。再走一次啊！直接排队尾了，和乐道 L60差不多是一个水平的。这是我今天测试到现在第1台车左转完全过不去的车。这个温界 M9成功把一个简单的左转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场景，就端到端不是这样的。能明显看出来，他在这里特别依赖地图，他不相信他实际感知到的东西。要论交规，都是扣分大王。跨越白实线扣分，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扣分，过个路口扣6分，半个本儿没了。这种车竟然叫智能车。更严重的是，之前表现尚可的一些车，也在这个事故场景里，不是撞2轮电瓶，哎呦我去！撞完之后啊 ，AEB 启动了，这也符合蔚来的一贯的特色啊，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思。就是撞儿童。即将到达途经途段，请控制车辆，智能驾驶已退出。他自己都发现了，但是他减速力度明显不够，结结实实的撞了。撞了很严重。更有一些甚至是肇事逃逸、涉及刑责。哎，还过去了，还过去了！我天哪！直接肇事逃逸啊！丰田博致 3X 更是电瓶、儿童全都要带走。哎呦我去！哇！但正常来说，这儿有一个摄像头应该能看到，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漏掉。这撞个人仰马分，这妥妥的120了。
这不是说保险的问题了，人命的问题。所以这次驾驶辅助测试没有结果，看这些驾驶辅助到底能什么水平，他们到底能不能保护好路面上的其他行人？几个家庭都要受此牵连，轻则损失财产，重则伤及人的性命。原因就是这些驾驶辅助模型，无论是端到端还是靠规则的 NOA， 都没有将交规写到骨子里，也没有将遵纪守法放到最高优先级。老师没教要守规矩，模型也没从用户数据里学来遵纪守法，就诞生了现在这些违章上瘾的驾驶辅助。只有小米速七 Ultra、特斯拉 Model 3、特斯拉 Model X、魏派蓝山和价格并不贵的广汽 NRT 能够遵守交规，也不出事故。让过去了，减速让过去了。这彻底让过去了。这个表现很好，这个挺让人惊讶的。你很难形容这些驾驶辅助的状态，他们在紧要关头的表现，状态忽高忽低，忽好忽坏，阴晴不定。请立即控制车辆。我也不知道该说他是聪明呢还是不聪明，但是你刚刚觉得这些 OK 的时候，然后他叮叮咣咣给你的痛击，啪啪打脸。而经过这一轮事故的筛选，能够竞争最像人类的驾驶辅助，只有特斯拉问界和阿维塔还在角逐。蔚来 ES6、丰田博致 3X 发生撞击事故，已经彻底退出竞争。现在他们的高阶驾驶辅助测试在城市里边，经过相同的场景、相同的事故，你会发现这些车辆的驾驶辅助功能真的是一遍一遍的上演不同的事故，造成不同的后果。很多高阶驾驶辅助发生事故的原因，不是说能力不行，而是说连最基本的遵守道路交通法规都做不到。连跨3条车道，直接闯红灯吗？又压着白实线过，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聪明啊！它不能掉头是吗？我们也希望大家能重视这些高阶驾驶辅助功能的各种问题，也希望车企能够重视，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改进这些问题和缺陷，因为大家无法承受这一起事故背后的损失，也承担不起背后的一条条生命。我们也希望未来的高阶驾驶辅助功能能变得越来越好。那随着这个劲爆的结果，本期懂车智联场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当然，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这只是这些驾驶辅助在当下这些事故场景的能力极限，不代表所有事故工况。而且也相信中国自主品牌都能够通过未来 OTA 解决这些事故场景的风险。而目前最安全的使用方式是人机共驾，让驾驶辅助帮助人降低碰撞风险，而在驾驶辅助超越自己极限的时候，人类要随时准备接手。